在世卫组织出炉的权威科学报告面前，美国方面依然一门心思散布实验室泄漏等阴谋论，要求情报部门主导新冠病毒起源调查。不过，调查进程即将过半，却没有多少进展。据美媒披露，拜登政府已经悄悄开始降低对调查结果的期待值。与此同时，一名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过的澳大利亚科学家通过美媒首度发声，以亲身经历驳斥有关谣言。被拜登委以新冠溯源重任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日前接受雅虎新闻的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的真正源头可能永远都不为人所知。这是拜登指示情报界开展调查以来，美国最高情报官员首次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看法。海恩斯透露，他一直在密切监督此次调查进程。在调查团队中，一部分人倾向所谓实验室泄漏论，另一部分人倾向于病毒是自然产生的。海恩斯称，代表两种对立说法的分析人士定期对他进行汇报，目前还难以评估哪一个说法占优。不过，在7月中旬，拜登会先收到一份有关45天调查进展的中期报告。周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称，拜登已经意识到90天的期限不会得出明确的结果，但他仍坚持这么做，是希望这一努力可以突出重点、高强度，并且具有实现性。观察指出，面对调查进入瓶颈期，拜登的态度反映他没有放弃操弄新冠溯源议题。拜登的整个抗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也不成功，这就使得拜登在政治中间备受压抑啊，而共和党人呢，尤其是特朗普，现在有种种迹象显示出来，他要重新回到政坛中间去。在共和党和特朗普的压力下，拜登和民主党政府就不得不在病毒溯源这个问题上进行后续的这样的一种推进。面对美政府千方百计用实验室泄漏谬论来抹黑中国，继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批次实验室工作过的法国生物安全专家加布里埃尔·格拉斯对外公开发声后，另一位外籍病毒学家也选择站出来向世界阐明真相。彭博社周一发布对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尼尔·安德森的采访。安德森在中国通报发现疫情之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实地工作。在采访中，安德森形容武汉病毒研究所里的一切与外界听到的内容非常不同，这里的科研活动被一面之词与歪曲的事实所掩盖，根本没有西方媒体渲染的那么夸张。作为研究蝙蝠携带病毒的专家，安德森自2016年起代表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生物安全研究所开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展开合作。2019年11月之前，安德森每天都会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并与研究人员近距离接触，包括一起搭乘公交车通勤。因此，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称获得3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底生病的所谓情报，暗示疫情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时，安德森明确表示，他认识的同事当中没有人生病，而且这里对于出现和被研究的病原体相关的症状有一套完整通报流程。安德森回忆，自己初次参观时便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保措施印象深刻。实验室有最严格的安保要求，所有内部空气、水与废物在被排出前都需要接受过滤与消毒。She says that the lab was very rigorously controlled. She had to go through 45 hours worth of training in order to be able to work in it at all. Then you have to take a round of 5 different tests in order to operate there independently. She said that she was not ever sick with any kind of a virus and was not aware of anyone else in the lab.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拜登政府对新冠溯源好像越来越没底气了，说调查可能无法得出结论。您对此如何看？新冠溯源没有错，那么找出来源呢，就能够更好的防疫，战胜新冠。但是美国的所谓新冠溯源是政治化的，拜登政府的所谓溯源呢，也主要是调查这个新冠呢是不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露的，是不是中国人为制造的，想把特朗普呢没有甩出去的锅再甩一次，从而呢污蔑中国、黑中国。对于新冠是不是出自实验室，世界卫生组织的多国科学家呢，在武汉考察以后也说极不可能。美国的情报机构呢也说可能性很低。昨天呢，曾在这个武汉病毒所工作过的外籍专家
澳大利亚的病毒学家呢也发话了，他说呢他没有感染新冠，他的中国同事也没有，那么把美国的种种猜测和报道呢统统给打回去了。也因此呢，这拜登政府说呀，这个新冠溯源调查可能没有结论，这也再次说明，凡是把本属于科学的经济的事儿打上政治化符号，注定呢是办不成的，只能呢把事搞砸，搞得更坏。补充一句，拜登政府把新冠溯源政治化，那么再次捡起了特朗普的臭鞋子，估计呢是没什么好下场。特朗普重返政坛，就是拿新冠说事，人在传谣说呀，这个病毒来自中国的实验室。好了，拜登你调查不出来，没有结论，只能说呢你无能，你不适合当总统。那么接下来，特朗普和共和党呢会把没有甩出去的锅，经过变种砸到拜登的身上，即便砸不到总统，也可以砸出几个议员来。明年的中期选举之中呢，拜登和民主党可能呢为疫情政治化的付出代价。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